俄军正在遭受重挫。美国的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卫星所提供的照片会不会说谎？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前几天，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区的行动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暂停。这种行动暂停的主要特点是，俄罗斯军队重新集结、休整、改装和重组，只在关键地区进行猛烈的炮击，以便为后续的地面推进创造条件。俄军的主要行动可能正集中在几个方面：在斯拉维扬斯克西北部进行有限的试探性进攻，对巴赫穆特以西的炮击和导弹袭击，并开始进入城区展开争夺；在顿涅茨克市以北进行地面攻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国内继续组建临时性的志愿部队和私人军事联队作战组织。这些志愿部队有一部分甚至是由退役多年的老兵组成的，以支持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俄军的地面作战部队面临着人力不足的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的严峻。在乌克兰方面，则因为这段时间的战场变冷而开始变得更为大胆。泽连斯基已经下令在赫尔松地区展开反攻，乌军也在不断的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轰击俄军前线的弹药库、补给点等目标。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态势仍然是迷雾重重。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俄军有一定的优势，但乌军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前线崩溃。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网友开始利用美国宇航局所提供的全球资源系统火灾信息来分析俄乌冲突的态势。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从太空中观察地面的火灾来佐证俄乌两军在战场上的表现。美国宇航局的全球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是一种功能丰富的交互式火灾地图信息库，可以通过成像光谱仪和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让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能观察到全球发生的火灾点。在战场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炮击都会造成火灾，所以用火灾卫星合成的图像就能够相对客观地分析战局。通过火灾地图可以看到，当前俄乌交火最激烈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顿巴斯地区和赫尔松地区，而且俄军战线后方纵深的火灾点明显要多于乌军的后方。这意味着俄军在全线停火休整这段时间，乌克兰军队的海马斯火箭炮正在不断让俄军的弹药库爆炸，因为只有持续燃烧才能成为火灾，而这样的攻击将直接影响俄军后续作战行动的连续性。半个月以来，乌克兰的炮兵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让俄军20多个关键性的目标被有效摧毁，包括一些最大的弹药库。甚至有一些自媒体称，此举在俄军内部引发了一股海马斯恐惧症。现在的问题是，通过美国宇航局所提供的全球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能够客观地分析俄乌战局吗？恐怕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要想通过这些信息完全的对俄乌战局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这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火灾在整个战场都会持续发生，只不过有的火灾大，有的火灾小，而有些炮击行动往往不造成火灾，比如说击中了建筑物，击中了敌方的阵地，一炸也就完了，将敌方的目标摧毁，人炸死，但是火并不大。那么你怎么能通过这种全球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就能够认定战场态势的变化呢？当然，一些网络上的军事发烧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测，俄罗斯后方基地被海马斯火箭炮命中之后所引燃的大火，可以说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或许他们有些分析判断还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够对全局的作战态势给出一个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要想对整个战场战局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恐怕
光是靠全球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还不够，还要结合其他的侦察卫星，包括雷达侦察卫星、红外侦察卫星、光学侦察卫星等一系列的卫星资源统合之后，才能够对某些局部地区的战况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但不管怎么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天上的卫星种类呢是越来越多。那么，利用军用卫星甚至民用卫星，对一场战争进行预测、分析和判断，恐怕会成为今后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